随着他们朝着无灵地带的深处深入，通天幕深处的阴风开始呜咽，仿佛有古老的低语在空气中回荡。在他们进入通天幕后，暮色笼罩在无灵地带，天地间弥漫着浓郁的死寂之气。然而就在这片沉寂之地，突然又爆发出一阵阵强烈的神力波动，预示着即将有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远处一道身影如同幻影般快速闪现，出现在了距离通天幕10万里的区域，他的眼中闪烁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他的声音在空旷的无灵地带回荡：听说通天幕出现了，那可是一位造化之王的地方，想不到这位造化之王的通天幕竟然存在于这神藏之中。他的身体几乎要融入飞舞的尘埃之中，步伐轻盈而迅捷，似乎每一步都踏在了命运的节拍上。而在他的周围还有着数道身影缓缓地从这无灵地带中浮现，这些身影各自散发着不同的大道气息，宛如诸神降临人间，他们的眼神深邃而坚定。其中一位老者开口，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通天幕的宝藏只属于我，各位请让路。他的气势如同浩瀚大海，让周围的空气都为之凝重。这些身影有的来自诸神万界的散修者，有的则来自遥远神界域世界的散修神灵，他们都是散修者中的顶尖存在，每一位都领悟了大咒的大道之法。他们对于通天幕中的那位造化之王所遗落的宝藏都有着无尽的渴望和追求，如果获得其中任何一样宝物，都能够让他们的实力修为大幅提升突破，这样的一个好机缘机，谁会不把握？呵，这一次不管你们这些神灵大能有多强，通天幕的宝藏必须属于我。在造化之王的通天幕之前，即便是真的遇到了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对手，这位来自诸神万界的大道散修者也不会就此轻易的退缩放弃。哈哈哈，有魄力，没想到下界的生灵都如此狂妄，这样也好，一切都靠自己的实力夺取，我们在通天幕中见分晓。来自神界域世界的散修神灵仰天大笑了一声，然后一个转身便是朝着通天幕的入口撕裂虚空而去。接下来怕是在通天幕中将会发生一场宝藏争夺的大战了。这时一位中年男子负手而立地嘀咕了一声，他也是一位来自诸神万界的散修者。说完，这一批散修者立马朝着通天幕入口快速穿梭而去，跟上了那些来自神界域世界的散修神灵的步伐，最终他们纷纷都消失在了无灵地带中。至此，通天幕中开始暗流涌动。此时此刻，在通天幕的深处，萧炎独自一人在一片非常辽阔的区域徘徊，他的脚步轻盈而谨慎，毕竟在这通天幕之中可能隐藏着某种大阵之法，一旦不小心触碰到了，怕都是会给自身造成不必要的危险。通天幕居然还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看来这通天幕的主人的确是一位拥有极其强大手段的造化存在。当萧炎不断地往前走时，却发现他目睹前方有着一片无边无际的红蓝色海水，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震撼。那红蓝色海水分明清澈见底，却又泛着诡异的红蓝光，宛如沸腾的岩浆倒灌入了蔚蓝的大海中一样，让他都不禁对这神秘的景象感到吃惊。这片红蓝色的海水波光粼粼，仿佛镶嵌了彩虹的碎片，在其深处折射出了迷幻的光彩。红蓝水珠在空中凝结，化作轻薄如纱的雾气，泛着淡淡的红蓝光泽，如同梦幻泡影，却又触手可及。这些雾气好像有些特别，萧炎站立在红蓝海的岸边，似乎发现了这些雾气的特殊性，喃喃自语了一声。下一秒，这些雾气的运动轨迹似乎开始向他涌来，他的目光微微一凝，他能感受到这些雾气中蕴含的异样能量，这雾气似乎拥有着某种独特且强大的力量。萧炎的身躯微微后退了几步，手掌微微抬起，准备运转体内的大道神力，以抵御及这些朝着自己笼罩而来的特殊雾气。就在萧炎即将施展大道神力的刹那，这些雾气仿佛具备了某种智慧的灵性，加快了漂浮的速度，几乎是在瞬间便将萧炎的整个身躯笼罩在了其中。不好，这些雾气的目标竟然是自己。萧炎心中一紧，刚想强行运转神力与之抵抗时，却发现预料中的危险冲击并未到来，反而感到一股灼热感自体内升腾而起，宛若火山喷发的岩浆，滚烫而炽烈。怎么回事？好像没有吞噬我。萧炎惊讶地发现，这些雾气非但没有吞噬他，反而与他的身体产生了某种共鸣，将一股股热能量注入他的体内。他的肌肤上出现了淡淡的红蓝光辉，像是燃烧的火焰，却并不带来伤害，反而让他的气息更加磅礴起来。好奇妙的感觉，这通天幕之中真的存在神火吗？萧炎闭上了双眼，开始感受着体内带来的变化。他不再抵抗，而是顺应这股炙热力量的引导，让自己的大道神力与这里的特殊雾气相融合。在这一刻，萧炎仿佛成为了这片红蓝海域的主宰，红蓝色的海水在他的意念下翻涌，而那些蒸腾而出的雾气像是要成为他力量的一部分一般，无比的奇妙。但如果换作是其他人在被这些特殊雾气笼罩的时候，
或许无法承受其中的灼热焚烧感，但萧炎不同，他所修行的就是火道，到如今已经领悟炎之一道，所以导致他现在对火焰有着很深层次的造诣。对别人来说，或许火焰是毁灭的存在，但对萧炎来说是提升修为的神之资源，也是成就他自身的炎之一道。周围的景象似乎都在这一刻为之一变，海水的颜色变得更加深邃，而雾气则变得更加的浓郁。萧炎缓缓地睁开眼，眼中闪烁着红蓝交织的光芒，他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这红蓝海域中居然拥有着如此浓郁强烈的炙热火属性能量，难道在这海域深处真的存在某种神火？萧炎的目光如同炽烈的火焰，透过波光粼粼的红蓝海域，他的大道神魂力量犹如穿透实质，向着海底深渊探去。在这片被火属性能量充斥的海域，他渴望触摸到那火焰的本源。然而很快，萧炎的眉头紧蹙，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在他的脸上蔓延开来。因为在这片海域的深处，本应孕育着强大的火焰本源才是，但他的大道神魂力量却只感知到一方虚无，仿佛火焰本源根本不存在于其中，甚至从未在此存在过。这片海域的深处居然是一方虚无，怎么会是这样？好奇怪！萧炎一脸吃惊，声音中带着一丝无法理解的语调。他不明白，为何在这浓烈的火属性能量之中，却找不到火焰的本源所在。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迷茫，一丝不解。对于一名修炼火道的修炼者来说，找到火焰本源是至关重要，因为火焰本源才是他力量提升的关键。但在这海域的深处，竟然是一方虚无，这让萧炎感到不得其解。正常来说，海域深处都是会存在物质，可为何这片海域之下并没有物质存在？萧炎缓缓收回了大道神魂的力量，他的眼神从凝重转为深邃，仿佛在这一刻，他的心境也经历了从火热到冷静的转变。这海域明明充满着浓烈的炽热火属性能量，为何却感应不到火焰本源存在其中？难道说这海域的火属性能量不是火焰本源散发出来的？真是越来越奇怪了。萧炎开始陷入冷静的沉思，没有火焰本源的存在，一般来说不可能会有如此炙热的火属性能量，世间万物一切的能量都源自于自身的本源，没有火焰本源，那么这些雾气中所蕴含的炙热气息又是从何来呢？但始终萧炎还是无法将眼前所遇到的问题给想明白。萧炎眉头紧蹙，站在海域的岸边，心中泛起层层涟漪。他凝视着眼前这片红蓝海域，心中的疑惑如同潮水般汹涌而来。如果以正常的逻辑解释不同，那么那方虚无是一道幻境。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萧炎身上的大道气息突然暴涨。突然，萧炎体内的大道气息开始剧烈波动，如同觉醒的火龙在他周身盘旋咆哮。他双手紧握神火横骨尺，一股炙热的炎之道法从他的体内涌出，瞬间灌注进了神火横骨尺之中。神火横骨尺在如此强大的力量灌注下，开始散发出夺目的光芒，炎之道法的玄妙气息弥漫开来，形成了一道无形的炎之漩涡，热浪滔天。萧炎口中低喝一声，纵灭天下。随着话音落下，神火横骨尺如同挥舞千军万马，一道恐怖的纵之力量从尺中爆发而出，犹如一道可轻易撕裂天穹的斩灭尺，瞬间朝着红蓝海域的深处席卷而去。轰！海水在这一力量面前如同薄纱一般被轻易撕裂，激起高高的水柱，仿佛连那无边的海水都无法阻挡这股力量的迸发。四周的空间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颤抖着，竟然在短短几秒之内就已经出现在了海域之下的虚无处。那片被劈开的海域深处的虚无斩出现了裂纹，并迅速地蔓延开来。海水也在虚无的裂纹中翻滚，仿佛要将整个虚无都撕裂开来。萧炎目光如炬，注视着这一切的发生，他的心随之高悬，因为他知道这一刻他是否能证实自己的猜想将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然而在萧炎目光注视着那片被纵灭天下之力猛烈劈砍过的虚无，他本应支离破碎，然而现在却奇迹般的愈合了。他的眼神里满是疑惑和震惊，这片虚无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神秘世界，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怎么又恢复了？在纵之法的攻击下都没能将其打破，难道不是幻境？还是说这是一个连我都难以想象的强大幻境？萧炎自言自语，心中的好奇愈发的明显起来。他感到这个幻境强大到超乎想象，连他引以为傲的绝技也无法在其面前留下丝毫痕迹。就在这时，那方虚无深处突然爆发出一道道璀璨的光芒，就像是夜空中耀眼的一颗颗星辰，将四周的暗色一扫而空。这些光芒汇聚成无数道光束，每一道都似乎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一个个不同的世界画面，每个世界都有其独特的风貌和能量。这些光芒是什么？萧炎凝视着这一幕，心中泛起层层波澜。他能感受到那些光芒中蕴含的强大世界能量，有些似平静如水，又似是狂暴如风，温暖如春，以及寒冷如冬。萧炎注视着这一幕，心中不禁震撼，
身影一闪，便是出现在了那些光束之前，然后伸手触摸其上，瞬间就让萧炎感受到每一道光束中蕴含的世界之力，那是如此的真实而强大，以至于他几乎可以触摸到那些世界的边缘。但萧炎也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幻境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由强大的能量构筑的空间，一个能够映照出万千世界的神秘领域。萧炎深吸一口气，他必须弄清楚这片虚无究竟隐藏着什么，以及它背后隐藏的真相。随着萧炎对光束的观察越发深入，他开始尝试着与这些光束产生某种联系，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找到通往真相的道路。萧炎的神色微微一凝，他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脚下的虚无如同湖面一般荡起涟漪，周围的光芒随之闪烁，仿佛在欢迎他的到来。就在萧炎准备踏入与这些光束产生某种联系时，一声洪亮而熟悉的声音打破了这片死寂。萧兄！萧炎猛地转身，眼前出现的是他意想不到的面孔——秋服。秋服，一个在萧炎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字，此刻就站在他的眼前，脸上挂着一抹笑容。秋服兄，你怎么在这？萧炎的语气中透露着不解和惊讶，而秋服的身旁还站着4道身影，每个人都散发着让人不敢直视的强大气息，那是大道主神的修为象征。萧兄，这些兄弟都是我在神藏中遇到的大道散修者，他们在我一次遇险的时候出手救了我，现在我们也算是一起联手闯神藏，当然我们也获得了很多大道机缘和一些神奇宝物。秋服介绍着自己身旁的这4位大道主神的大能者，他们的目光深邃而神秘，仿佛拥有洞察世间一切的能力。萧炎微微颔首，虽然心中充满着疑惑，但还是礼貌地向这些大道主神的散修者轻轻拱手示意。那我们也随着秋服兄称呼你为萧兄了。那4位大道散修者面带微笑，也拱手抱拳回应道：萧兄，你的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果然实力深不可测，我们敬佩不已。一连串的客套话让得萧炎有些不太习惯，而且在萧炎的感知中，这4位大道散修者也不简单，想必一定还留守非常强大的手段。哪里，我也只是一位普通的修炼者而已，各位兄台真是抬举我了。萧炎依旧低调地回答了一声，然后目光看向了秋服，因为他心中有些疑惑，便问道：秋服兄，你们怎么会来这个地方？我记得这里是无灵地带的深处，除了死寂之气，没有任何机缘或是宝物可寻。要知道，这通天幕才开启没有多久时间，就渗入了这么多外来之人，这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同时，这让萧炎觉得有些好奇。听到萧炎这么问的时候，秋服的那一双眼睛中隐隐间流露出一道金芒，旋即他笑道：萧兄，事情是这样的，之前我们在一颗星球上遇到了神界域的先天神族的那一批神灵，无意间从他们那里听到了创世神火将会在天谷神灵渊现世，我们就小心翼翼地跟着先天神灵来到了这无灵地带。而那些先天神灵进入无量地带后，就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不见，然后就无意间地来到了无灵地带的深处，刚好看到了一座天梯。等我们攀爬上来后，就来到了此处，只是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遇上了萧兄。在萧炎听来，似乎事情非常的正常，但是他总感觉事情越正常越觉得诧异。要知道，这里可是神藏，哪有那么多正常又如此顺利的事情？即便萧炎对偷服的这一番话有着一定的怀疑，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的变化，这也只是一种感觉，并非已经确定秋服说的这一番话就有100%的问题。不过让萧炎吃惊的是，没想到先天神灵居然知道了创世神火降临天谷神灵渊的消息。这个消息虽然说自己也已经从天神那里得来，可并不存在第2批人知晓。先天神灵怎么会知道创世神火现世的地点呢？